在泡沫時代的日本，動漫業界有一個常識：籃球漫畫是賣不出去的，少年們只會為了棒球和足球漫畫買單。但是週刊少年 Jump 測試了市場之後，發現這是一片未被開發的藍海。於是1990年開始，由井上雄彥連載了《灌籃高手》，而後一飛沖天，最終達到了全球發行量接近2億冊的輝煌戰績。直到2022年，《灌籃高手》的新電影依然能夠獲得超過100億日元的本土票房。然而，這麼紅的漫畫卻在最燃最巔峰的山王之戰之後戛然而止。當時很多粉絲質疑這是被出版社給腰斬了，或者是其他的陰謀論。新千年出頭時，井上雄彥親自解釋過他決定完結的原因。這些年也有當時集英社的相關工作人員回憶他所知道的信息。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些事情。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井上雄彥雖然國中和小學都是加入的劍道部，直到高中才加入籃球部，但他後來自稱自己是那種會在上課時偷偷畫火柴人灌籃的學生。中學時他被棒球漫畫大飯桶所打動，於是也想要成為漫畫家。高中畢業之後，他本想挑戰幾個藝術名校，但是發現想要考入這些學校實在是太花錢了，最終是就近入讀了熊本大學的美術相關專業。這時他已經開始在業餘時間練習畫格子分鏡和運動場景了。在他20歲那年，他把自己畫的漫畫投稿給了少年 Jump。Jump 編輯中村太造看後給他打來電話，說你的漫畫很有意思，也許有出道的可能，可以介紹他先到東京當漫畫家助手試試提升技術。井上雄彥便乾脆的從熊本大學退學，一個人背着行李到東京，作為北條司的助手幹了將近10個月。1988年，井上雄彥投稿給 Jump 的短篇漫畫《風 Purple》被審稿編輯看中。這篇漫畫的故事是籃球和少年不服輸的傲氣，不過打動編輯的是畫面中的腳步、轉身、起跳和落球網的瞬間，每一個分鏡都十分緊湊刺激。他評價這個新人是個天才。於是《風 Purple》順利在手冢獎評選中入圍，並在週刊少年 Jump 正式刊登，反響不錯。Jump 的編輯團隊便考慮讓井上雄彥連載漫畫，不過討論之後還是認為籃球漫畫受眾太小了，很難火起來，最終決定着重嘗試《風 Purple》中不良扎堆的環境和少年的傲氣，由他來將渡邊和彦的變色龍監獄漫畫化。這主要也是為了訓練井上雄彥把握週刊更新的節奏和風格。1年之後，變色龍監獄完結時，井上雄彥也有了更高的話語權。雖然編輯組的意見依然是籃球漫畫是賣不出去的，但是接受了他的擔當編輯提出的先用幾個短篇測試讀者反應的建議。於是1990年，井上雄彥開始在週刊少年 Jump 連載《灌籃高手》，結果也如編輯組預期的不怎麼受歡迎。不過在投票給《灌籃高手》的小圈子中，主角櫻木花道的人氣很高。編輯判斷這是因為櫻木略帶中二氣質的迷之自信很吸引眼球，於是向井上雄彥反饋時，除了常規分析之外，提出了一定要保留搞笑成分的要求，目的是避免被腰斬。當時運動漫畫的業界公式是熱血加青春加一點點戀愛，搞笑可有可無，即使有也不能太多。於是編輯說可以把賣點定位在有青春、有熱血，還有大量搞笑橋段，這樣先培養一批早期觀眾。但是《灌籃高手》的人气還是一直不溫不火。據說當時 Jump 幾乎每周的編輯會議都有腰斬《灌籃高手》的意見，但是也有編輯認為，櫻木在練球、宮城和三井的互毆故事、赤木在死扛即將散夥的社團，這幾條伏筆已經很深了，加上粉絲粘性不錯，隱隱有爆發的潛力。最終編輯組還是決定再等等看情況，看看粉絲們會不會一直追到全國大賽開賽。事實證明，編輯組賭對了。進入全國大賽之後，《灌籃高手》迅速爆火，三井壽跪在安西教練面前的場景，配上教練我想打籃球的台詞，讓前期的鋪墊徹底升華。賽場表現上面，三井壽的3分球慢動作、全局圖和赤木剛憲的汗珠速切，翔陽隊的教練上场都迅速成為了极具人氣的分鏡。這些緊張熱血劇情的爆火，也意味着《灌籃高手》擁有了在 Jump 上長期連載的基礎。讀者反饋也開始有了變化，前期《灌籃高手》的支持者來信更多的是櫻木好好笑、流川好帥之類的。從全國大賽開始， Jump 編輯部越來越常收到讀者表達感動的長篇感謝信，以及看了某集之後決定加入籃球部的反饋。如此一來，《灌籃高手》終於可以以 Jump 長篇運動漫畫的資源將故事繼續下去。事實上，90年代日本高中無論是男女生，籃球部人數都創下了新高。日本籃協後來還專門給井上雄彥頒發了表彰。進入正軌的《灌籃高手》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了當時 Jump 的台柱作品之一。1995年的關東卷達到人氣
氣最高潮，讀者已經可以通過賽事表預測山王工業、明鵬工業、愛河學院、大榮學園這些將來的外線對手。據說這時井上雄彦在集英社內也已經是和鳥山明同等的地位了。但就在這時，井上雄彦通知 Jump 編輯，他打算在打完山王之後結束這部作品的連載。理由有3個，一個是最開始構思全國大賽時就是計劃輸給山王，其次是他不想後面的比賽比前面的無聊，最後是他不希望《灌籃高手》變成一部爆火之後吃老本然後默默完結的漫畫。井上對編輯說，如果不在情緒最高點結束，那樣對於作品反而是不幸。再怎麼讓人不捨的時候，與其拖拖拉拉的混下去，也不如結束。最後編輯尊重他作為原作者的意願，決定在1996年山王之戰之後完結這部連載。外界得知之後有很多陰謀論，大部分讀者認為是井上雄彦和編輯部鬧翻了，或者是Jump中的某位大人物因為某些原因強行腰斬了這部如日中天的作品，都不太相信这是他本人要求完結的。連載的最終話，Jump給了《灌籃高手》絕對的風光大戰，這是第一次有漫畫在最終回單獨上封面。當時編輯認為，可能井上需要重新取材和收集靈感，或者單純的賺了很多錢，想要先享受一下。畢竟，其實富堅義博的《幽遊白書》和《灌籃高手》是同一年開始連載的，這個例子很鮮活。所以連載漫畫的最後一頁寫的是第一部完，而後封裝單行本時，井上雄彦為此特地拜訪了編輯組，堅持把最後一頁的第一部完改成了單純的完。灌籃高手也開創了一個新的範式，在人氣最高的時候結束，以此成就作品的傳奇感。後來像爆漫王呀、鬼滅之刃之類的人氣作品，也都選擇了巔峰收尾，而不是重新規劃拉長劇情。媒體採訪井上雄彦時也問了續集的打算，他的回答是：我當然有想再畫的心情，但不是承諾，只是覺得也許哪天會想畫的程度，到時候會再動筆的。結果這個續集的出現要等完結15年之後，而且並不是粉絲們期待的第2部，而是2022年由他親自編劇和執導的《灌籃高手》電影。故事是把山王戰重新拆開，用宮城良田的視角再講了一遍同一場比賽。在電影中，中場哨聲響起時，比分定格，鏡頭掃過替補席，掃過看台，掃過宮城回家的那條路，仿佛在說比賽在這裡結束，但是他們的故事更多並沒有寫在分鏡裡，在分鏡之外，他們還在繼續。從這個角度看，當年山王戰完結時的那一個完，更像是紙上的灌籃高手到此為止，但是角色們接下來的未來就交給讀者們去想象了。看來井上雄彦終究是不打算由他來告訴讀者們山王之後的故事了。這種留白也使得灌籃高手添加了跨越時間的話題能力。2006年，日本文化廳主辦的日本媒體藝術100選公開投票中，灌籃高手拿下了漫畫部第1名。後來，朝日電視台以國民最愛漫畫排行榜為題，收集了15萬人投票，最終前3是《海賊王》、《鬼滅之刃》和《灌籃高手》。井上本人其實也有繼續連載漫畫。1998年，他開始畫以宮本武藏為主角的時代劇漫畫《浪客行》，把劍豪的一生畫成一場對自己下手的修行。這部作品至今依然被認為是時代劇漫畫的高峰之一，以小眾話題獲得了8000多萬冊的單行本銷量。1999年，他又在 Young Jump 上啟動了新連載 Real， 講述車禍之後下肢癱瘓的前籃球王牌如何重新挑戰輪椅籃球。其實我一直有一個想法，那就是灌籃高手本身對於井上雄彦而言，也並不是非他不可的唯一答案。一開始籃球漫畫被說賣不出去，那就先用風 Purple 試試水，短篇不行就去畫變色龍監獄練功，風 Purple 沒被選成連載，那就換個殼子，再用另一個標題、另一批角色，把同樣的熱情裝進灌籃高手裡。換句話說，真正不可或缺的可能不是作品名，而是那個一直在想辦法畫下去的人。如果當年灌籃高手的連載也沒能成功，說不定井上雄彦還會換一個切入點，畫一部以宮城良田為主角的漫畫，或者以三井壽為主角，從不良到廢人再到回來跪在教練面前的那條線直接展開，一個殘念天才的故事一樣可以成立。後來的電影版灌籃高手也算是給了我們一個如果故事從宮城開始講會怎麼樣的平行世界答案。所以第一次全國大賽對於櫻木花道而言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唯一機會。在故事裡他腰受了傷，第一次全國賽畫上了句號，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如果現實一點，他還有下一次集訓，還有下一個賽季，高中不行還有大學，甚至可以打職業聯賽，還有去美國打工混球場的可能。真正給少年的漫畫不是在告訴你每次都是最後機會，永遠都是非常時刻，而是應該教你就算這一球沒有進，還可以投下一球。如果你真的喜歡，真的想要把球投進去的話，
如今人到中年，越來越明白，這更多的嘗試機會才是少年真正的優勢，剩下的交給不服輸就行。籃球漫畫不能火，那就先畫短篇，短篇沒成功，那就換個主角，換個角度再畫一次。非要這一步就成功，非要這次就贏。雖然這是大部分熱血少年漫畫的標配，但是反而不是現實的少年精神。能輸、敢輸，輸完還想再來的那種人，我們說他是少年心氣。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硬幣呀！我們下期再見。